思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多情关，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里悲凉。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若我们能接下这一招，是不是就可以获得重归农家的机会？谁也不许欺负我姐姐！此时不妨冷静下来，重新衡量眼前的局势，做出最佳的选择。有了！我选择弃权。你们将面对真正的地泽24阵法，我与贤宗长老便掌控着阵法中的日作和夜息。至于因此产生的威力，你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了。接招！长老们的架势四时之气变得非常浑厚，好强的压迫力！注意力士和贤宗两位长老，这春生未立，夏人秋枯，直接变成了冬灭。无论如何，四时之气流转的规律不会变。只要我们能……是错觉吗？阵法在一瞬间颠倒了。颠倒。能接我6人合力一击而不倒，也称得上是虽败犹荣，实属不易。不过你们依旧败了，趁还有命，赶快离开六贤冢。不，我们还没有被击倒，不倒就是不败。之前各位长老说我们撑不过你一招，但现在已接过2招，我们还没倒下，可以继续接受考验。无论多少招，只要还能站起来，回归农家的决心不会改变。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。日作夜息，
是阵法的第2种循环。随着日夜交替，阵法内的死时之气不断逆转，从而多出1倍的变化。你是何时发现的？在大哥提到“颠倒”2字的时候，24节气看似将4季做出平均分配，但实际上并非每个节气都是相同的，尤其结合日夜的理念。1年之中，有一天白天最长，而夜晚最短；同样也有一天白天最短，而夜晚最长。夏至和冬至便是阵法的关键。分守夏至和冬至，因夏融和冬灭彼此冲击，从而抵消日月颠倒产生的变化，将阵法的伤害降至最低。胡闹！冬夏2气彼此相冲，稍有差错，你们就会心脉摧折，当场暴毙。我们虽比不过白起，可有一点却比他要强，就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们也能一起扛。多说无益，按照先律，你们的确败了。可那句“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”，倒有几分农家弟子该有的模样。看在这句话的份上，我还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。6堂之中，田密丧失投票资格，田中堂主弃权，而我代表4月堂，梅三娘代表神农堂，加上烈山堂的1票，大小姐已然获得3票，胜过了蚩尤堂的1票。二叔，炎帝诀的结果已然明了，你若执意率领蚩尤堂对抗其余5堂，将会触犯农家的帮规。在炎帝诀的指令下，蚩尤堂弟子恐怕亦会离你而去。但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田岩此刻迫于大局，不得不和二叔站在对立面，心里委实不好受。等风波过去，下一任侠魁，二叔自然是最佳人选，田岩必会倾力支持。但是如果二叔执意坚持要凭借实力对抗，那么田岩将会带领农家10万弟子，堂堂正正的靠实力与违反炎帝诀的蚩尤堂对抗，绝不手软。二叔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告诉我你的决定。二当家与大小姐毕竟是一家人，如今总算化干戈为玉帛，对于咱们农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。大小姐接下来继任侠魁，想必会……侠魁的身份必须得到6大长老的认可，才能生效。
你们入冢之时，曾细数6贤功绩。我问你，何为6贤6贤为司掌兵杀的兵主，司掌历法的历师，司掌百草的药王，司掌耕种的谷神，以及司掌水利的禹图，和司掌音律的贤宗。历代长老舍弃帮派职位和世俗生活，传承的不但有这6贤之名，更有6大绝学。6大绝学，推算历法，观察星象运转而领悟的步法，凝聚兵杀之术所创的霸道剑术，尝遍百草，通晓药理，百毒不侵的铁质，用镰刀收割谷物时感悟出的迅疾刀法。水滴穿石，无孔不入，由此生发出的不周断掌。5贤其中，参悟指法而创出的点穴绝技。我等苦心10载，将这6种武艺磨合到地泽阵法里，终将阵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。更强的地泽24。若要重回农家，便将这2颗谷粒种到你们对面的神农像下。此次不再有一招之限，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来吧！好霸道！这才是地泽24阵法的真正实力吗？分析了。好强的气场，光站立都很难。等心！完了，还不能放弃！看招不好！大哥，不碍事。在哪儿？出现了！现在！不好！上剑！成功！很不错，你们发现了。是的，虽然只是一瞬间。确切地说，在1461次的攻击中，你们只有1次机会。秦一统天下，颁布颛顼令，但农家先祖早就发现了天地时辰的另一种规律。365之后会有一次366。地泽24虽然精妙，但它施法于自然天地的规律，即便是神农先祖也不能违背。这的确是地泽阵法唯一的弱点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6位长老多年来不断磨合，实力已非常接近，但无论如何，武艺的根基
却不会改变。历史长老在诸位中功力最强，亦是整个阵法的驱动者。当然，这也符合历史的身份。不过，这对我们来说，仍是一次冒险的猜测。如果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，那么这个猜测就不冒险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们中也必须有人要承受那1460次的攻击，才能让另外一人抓住那一闪而过的机会。即便眼前是万丈深渊，我也会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桥，让我的兄弟走过去。大哥，感谢各位长老。何谢之有？如果第2次的考验是失败的，我们根本不会有这第3次机会。是的，而我们获得了第3次机会，这代表我们已经通过了考验。从那时起，你们已经恢复农家弟子的身份了。长老们为了将地泽24的精髓传授给我兄弟2人，才给了这第3次机会。无况怎能不谢？此外，弟子尚有一事，也是我和大哥来到六贤种的真正目的。何事？弟子斗胆请问，上一任侠魁田光是否来过六贤种？赢了什么算拥有？坦白总会输给了沉默。一遍遍情绪汹涌的挣脱，对错和错过谁能看透？我在承受，你不懂，谁都没赢过。潮起潮落，用尽了谁的忧？你不放手，我都留，争到什么？鱼儿挣扎的越激烈，就越能引起大禹的注意。禀圣将军，最新一批部件已经到了。将军，我请你杀子一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请搜索“天行九歌”进行观看哦。